那我们会把白发呢分为多少比例呢？我们会把白发分为4个比例：25%、50%、75%和100%。啊 ，OK， 那也就是说，那100%的白发还需要遮盖吗？是不需要遮盖。它哪需要遮盖？它都是白发，你想染什么颜色就可以了。你染深一点就染深一点，它都是很均匀的呀。你只要涂均匀，它就染均匀了，对不对？如果你想让这个颜色持久一点，那你就怎么样？先打个底，再去染，这个颜色就持久了，是吧？而且白发都很均匀。那重要就是我们说的25%、50%和75%的白发，对吧？那一般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图啊，看一下这些图，到底25%多少？25%和50%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100根头发当中有25根是白的，50%是什么？100根头发当中有50根是白的。我们没办法用仪器去精确的去测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肉眼去感受这个白发的比例是多少。75%是多少？100根当中有75根是白的，好不好？这张图片是告诉你们来去分析这些白发的量的啊。那我给大家的概念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我平常盖白发的经验哈。我呢盖白发呢一般都是这样子，如果它有白发 ，OK， 我会以白发50%为一个标准，我不会分它25%或者怎么样，只要它的白发在50%以下，只要它的白发在50%以下，我在目标色当中，这个目标色当中加入的基色是多少呢？啊，这个我已经说了。2/3的目标色加上1/3的基色，只要它在50%以下，啊，我就是这样子。如果它在50%以上，我加的目标色和我们的基色就是1比1，一样，啊，一半目标色，一遍基色。那到底是加同度的基色还是深一度的基色，取决于我当时它遮盖的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正常的针对于分散性的白发去遮盖的一个东西。那在盖白发的时候，我们在涂放的时候，大家记得哈，不要按照这个正常的去涂啊。盖白发，我们正常去染头发，是不是要从后区开始一个涂啊？不用，哪里白发多就从哪里开始涂，能理解吧？啊，不要去按照这个正常啊，一个区一个区的涂，哪里白发多就先从哪里开始涂。然后白发这些东西都涂好了以后，等待的时间也比我们正常等待的时间要长。如果你们正常等待的时间是30分钟的氧化时间，你盖白就等多长时间？就等40分钟。在这个基础上要加时间，就等40分钟。时间一长，色素的巩固性和这种就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白发。那说到这里呢，会有一个重点的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重点的问题。什么重点的？我这些都讲了哈。抗拒型的白发，我们要先加基色加水，先涂在抗拒型的白发。抗拒型的白发说完了以后，加了水打完底以后，等5到10分钟。接下来按照正常的，对吧？啊，我们说的用的目标色加多少度的基色，加好了以后，接下来干嘛？再去染这些头发，再去染这些头发。OK 啊，这些是方法。现在盖白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要给大家解释。之前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形式啊，上了网以后我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在盖白发方面，请问各位，你们还有用12%的双氧盖白的吗？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在这个行业20几年的生涯当中，当然我们接触的可能就像你们说的，好像我们这些都是什么搞专业的啊，搞这种高端发廊的专业发廊的，我们像你们说的啊，我们这个店比较小，或者是不是那么专业，就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有人盖白发用12%的双氧。就今年疫情，我做了色彩根基的课程以后，在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有非常多的人盖白发用12%的双氧。我当时都愣住了，我现在都把它变成习以为常了。盖白发怎么能用12%的双氧？我很奇怪，盖白发是要把颜色染什么？染深，对不对？是不是要把白发染深呢？那怎么能用12%的双氧呢？还有一个，盖白发是不是要涂到发根？啊，当然有很多人是没有的，但是一定是有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么说？它是一定是有的，啊，一定是有。啊，我在这里给你们充分的
讲解一下，我把这个擦掉，因为黑板有限，我把它擦掉。OK，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从原理上面为什么不能够用12%的双氧。我也觉得很奇怪，这种东西还需要讲吗？但是还就有很多人用，甚至我们现在在座的学生很多人也都在用吧，是不是啊？啊，我不想去诋毁某一些老师，因为我根本就没把他们当成老师，对吧？我也不想诋毁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资格让我去诋毁，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的这些知识灌输到你们脑子里，让你们脑子里是就一点都不专业，胡扯淡啊！12%的双氧，从一个有常识的人来说，你如果是一个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12度的双氧就不能碰头皮，你知道吗？它就不能碰头皮，理解吧？9%的，我告诉你，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都不能碰头皮。它就不能碰头皮。如果你用的染膏的氨的量要氨的这个我们说的氨的这个我们说的力度要强一点，这个染膏的力度强一点，你配合这2个浓度的双氧，你碰头皮，头皮都是痛的，都是刺痛的，明白我意思吧？就理论上来说，这2个双氧是不能够碰头皮的。如果你氨力度强，当然如果你染一些深色，这个深色里面的氨的含量不是特别多，所以碰在上面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比较好12的双氧，你放在头皮上，你看看你痛不痛？你自己先试试痛不痛？你给客人盖白发用2%双氧，这是一个常识问题。第二个啊，用2%的双氧去盖白发，褪色快不快？我们盖白除了要把白发盖住以外，还有一个要什么？这个字我突然忘记，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我真忘记，不好意思啊，这个字怎么写？是叫……哎，不对，就是持久啊！突然脑子想，对吧？就要持久，要它持久，懂吗？就是你让这个白发，你如果用2%的双氧去染完了以后，你回去洗不到1个星期、3天，颜色掉了，那它不是白发不又来找你了吗？是不是除了要盖白要盖得住，还要持久啊？你12%的你盖什么？持什么久？而且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哈，12%的双氧啊 ，OK，9%都 OK，12%的双氧是什么呢？当你用12%的双氧的时候，跟染膏当中的色素前体放在一起调配的时候，因为12度的双氧它的力度很强的，它会把有一部分的人工色素什么给过度氧化啊，它会过度的氧化掉，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会把很多的色素给过度氧化掉，也就是说你明明是让这个颜色很深的去盖住它，但是你没有盖住，只有很多的颜色都被过度氧化掉，只剩一小部分了。但是有些人说，老师，我用12%的双氧能不能盖住白？我是能盖住白的呀，啊，能盖住白。废话，你选的颜色特别深呢，能盖住白。明白我意思哈？不能够用12%的双氧，这些是更不能碰头皮了。啊，我们说全世界的一个国家叫做日本，这个日本这个国家特别注重安全，它是全世界就是我们说的人的这个寿命最长的国家。他们不管在食品安全或者这些用料安全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在日本啊，都不关头皮，在日本9%、12%的双氧他们都不可以使用，在头发上面都不可以使用，懂吗？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的，之前我们有学生是在日本的，在日本的这些专业的发廊当中是没有9%、12%这些双氧的，他们漂头发也没有，针对于头发都没有，更何况头皮了。我们这儿倒好，我们12的双氧都往头皮上干，你自己好像涂他妈痛不痛嘛？你怎么能够给客人去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好不好？不能够去用这些方法、这些东西去对自己的客人去做这件事情。还有些人说，我们用2%的双氧是干嘛呢？啊，我都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们讲。用12%的双氧的目的是什么？把黑发足够染浅，是不是啊？把黑发足够染浅，这样子跟白发是不是就接近了？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用12的双氧去染浅，那你干嘛不用0-00全头给它过一下？这样子比12的双氧过得还好，全部的底色都过到这里，然后再去染呢？再去染，这个多好呢？因为你12%的双氧跟你的颜色加基色去做的话，你
颜色终究没有0-00过得厉害，对不对？而且你针对于黑发是有一个染浅的力度了，但是这个力度不大的。为什么不大？因为你选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如果是比较浅的，对于黑发有足够的染浅，但是对于白发呢？对于白发它没办法染深呢，而且褪色怎么样？褪色非常的快，你用12%的双氧，你用浅的颜色染在这个白发上，你说褪色快不快？非常的快，白发很快就露出来了呀。所以大家记得，在盖白发方面只能用多少？6%的双氧，只能用6%的双氧，好吧？你也可以用3%的，但是正常来说都用6%的。为什么？啊，因为6%的双氧除了能够盖深以外，它还可以染浅1到2度。那有些人说，老师，我用6度的颜色，天然湿度3的，我染浅不到6度啊。不是你用6度的颜色就一定要染到6度的，明白我意思吗？我在天然的头发上，我用8度的颜色，难道我就能染到8度吗？不是啊，它也是染到5度到6度而已啊。你用什么颜色不是就一定要染到这个度数的，只是我想要的这个染发效果是什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还有很多人说啊，我染个盖白发，选个8度的颜色再加基色，这就是脑子有问题，明白吗？我盖白发，我选个8度的颜色，然后再选这个5号的颜色调在一起去盖白发，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是不是？你选择这么浅个颜色，它怎么能够遮盖住白发呢？白发的吃的色素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很清晰的了解这些原理，然后再去操作。那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啊，等可能第3到第4节课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很多一些别的方法。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选色，你的染膏当中的颜色一选，你就能选到一个很好的颜色。我盖白发很少加基色，你知道我的那些，假如说一些作品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我下次给你看，我盖白发很少加基色。为什么？因为我一下子就可以选到这个颜色，它又有颜色，遮盖率又好。我看看，我给你们找一个有没有啊？我给你们找一个图片好了，好不好？我盖白发基本上非常少加基色，很少加基色，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颜色是不需要加基色，完全就可以覆盖住的，我干嘛要加基色？是不是啊？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就这个，就这个。好，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白头发，看得见这个白头发吗？这个白头发的头顶的白头发量可能已经达到了50%了。没有50%，有40%。像这种白发，发尾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人工色素沉淀的但是没有露出白发，发根的地方长这么长。针对于这种白发我染它这就是我染之前拍的照片。我要是来染它，我根本来不加基色，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染膏，它里面的基色含量已经很多了，然后里面再包含了一点点什么，一点点色调，又能染上去颜色，它甚至有冷棕色的效果，而且还可以把白发遮盖得非常的好。连基色都不用加，对吧？因为染膏本身它就有这么多基色了，我干嘛要加基色呢？理解吧？直接做就好了。